大姨快到了，先不聊，见了面再说。好。海童结束了和大姨的通话，她对丈夫说道：大姨在来我们家的路上了。她说早就想贝贝了。战一笑，那好，等大姨来到，我们再出门。商太太很快便到了，医生俩又聊了10几分钟。在商太太的催促下，战印夫妻俩才双双出门，各自回公司上班去。而此刻的老太太和战月刚到达医院，战月还说奶奶，结果我过来拿就行了。奶奶不必跑一趟的，贝贝还在家里呢。大哥大嫂还要上班。老太太说道：你大哥大嫂会安排好的，奶奶就出来半天，中午就回去了。她一点都不担心，多的是亲戚愿意帮忙照顾一下贝贝。我大哥大嫂没空怎么办？实在抽不开身，你哥也会带贝贝去公司的，或者让云初看一下，云初这2天有空。战月说道：怎么就没想到送到我这里啊？我很乐意带着贝贝的，多带他一会儿，说不定我以后也能生个像贝贝这么可爱的女儿。老太太笑道：小军就老想接贝贝去苏家住一段时间，她现在怀着2胎了，就想生个闺女，但贝贝晚上必定要她妈妈带着才肯睡，白天谁带她都可以，晚上就是你哥都拿她没办法。走吧，咱们去打印结果，然后拿结果给小雅看看。你那个情敌今天不是带她妈妈来医院检查吗？也是挂的小雅的号吧？奶奶是来帮我撑腰的吗？战月好笑地道：我也不用奶奶帮我撑腰。林医生这个情敌我还真不放在眼里，曾小雅都不爱林医生。战月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奶奶就是来看看，知道你不用奶奶帮你撑腰。婆孙俩边说边走，战月扶着奶奶去了曾小雅坐诊的诊室外面，让奶奶坐着等她去拿检查结果。战月走后没多久，林医生带着父母匆匆赶到，他一家人刚从海边回来，直接就来了医院，就连何月华都跟着来了医院。号过了吗？林母担心挂的号过了，还没有过，要再等等。林医生看了看自己挂号的时间，看到老太太旁边有个空位，便让母亲在老太太身边坐下，他则走到诊所门口往里看。曾小雅看到他时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林医生也笑笑，并没有进去打扰曾小雅给其他病人看病。明天曾小雅就不用在门诊这里坐诊了，回到住院部去，又要下周才需要到门诊这里坐诊2天。何月华和林父默默地站在林母的身旁，他知道林医生对曾医生始终是不甘心的，毕竟爱慕了多年，就像他对林医生一样，明知道林医生真正爱的人不是他，但他就是不愿意放下。他花在林医生以及他家人身上的心血太多了，付出这么多，岂能没有回报？如今他看到了希望，虽然他拿着同床共枕过来要求林医生对他负责，但能让林医生心甘情愿娶她才是最好的，那样他才能幸福。酱扭来的瓜不会甜，何月华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在林医生没有明确答应对他负责后，他就没有再拿同床共枕一事来纠缠他。林父林母更喜欢他，这就是他的希望。林医生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他会听父母的劝说的。林母握住了何月华的手，他轻声说道：月华，在阿姨眼里，你比曾医生更好的。旁边的老太太听到林母说的话，便知道了这是自家孙子情敌的家人。她偏头看着林母，微笑的搭话：你们也是挂了曾医生的号吗？林母嗯了一声，见老太太慈眉善目的，又周身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，觉得这个老太太不是普通人。他问老太太：就你一个人吗？你的儿孙没有陪你过来看医生？气度不凡的老太太，生活还不如她如意吗？我一个孙子陪我过来的，我不是看病，就是昨天过来体检，今天能拿到部分的结果。拿到结果后想请曾医生看看。我孙子去帮我拿结果了。林母笑道：这样呀，我也是过来检查的。
曾医生跟我儿子是校友，他们是学长学妹的关系。他炫耀着儿子和曾小雅认识。老太太哦了一声，那你儿子也是在这医院上班吗？他不在医院上班，自己开的诊所。老太太夸了一句，那不错呀，自己开诊所混出名堂来，比在医院上班赚得多。那个是你儿子吗？他看向了林医生。林母点头，那是我儿子。老太太又看着何月华，上下打量了一番后，问林母，这个是你儿媳妇吧？跟你儿子有点夫妻相。月华呀，还不是我儿媳妇，以后不一定。是吗？他们俩有夫妻相呀，我倒没有仔细看呢。不过我是很喜欢月华的。林母拉着何月华的手，月华对我很好，每次我过来检查，月华都会陪着我来医院。何月华笑着，阿姨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他对老太太态度也很温和，因为老太太说他和林医生有夫妻相。刚才你说你儿子的女朋友比曾医生好。老太太一副八卦的样子，林母表情有点讪讪的了，很快就说道，在我眼里月华是极好的了，曾医生。老太太，不瞒你说，我儿子是喜欢他学妹，就是曾医生。后面那几句话林母是附到老太太耳边小声说的，不想让大家听见。她小声说道，曾医生家世好，但我觉得他不会过日子，过日子没有月华好，我夫妻俩就更喜欢月华。奈何我儿子对曾医生不死心呀。老太太也小声说道，曾医生工作很忙，可能是没有时间照顾家庭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儿子自己就是当医生的，也忙，要是娶个老婆同样忙，他们的小家怎么办？不是我贬低曾医生，曾医生除非是嫁入豪门当少奶奶，否则他以后去相亲多少会被人嫌弃的，嫌他没有时间照顾家庭。就是不知道曾医生有没有那个嫁入豪门当少奶奶的命了。他若是选择我儿子，倒是适合。老太太在心里笑，林母是两头抓呀，既想要何月华当儿媳妇，又想曾小雅，看中何月华的会过日子，看中曾小雅的家世。我看曾医生是个很有福气的人，说不定以后真会嫁入豪门当少奶奶呢。老太太在心里说道，他家老八就喜欢曾医生，曾医生就是有嫁入豪门的命，林家就不要再肖想曾医生了。他从老八嘴里知道林医生和这位何小姐同床共枕过，何小姐天天都去林医生的家里帮忙做家务收拾屋子，人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总不能让何小姐一无所有的。曾医生就不和何小姐争了，愿意将林医生拱手相让。林母呵呵两声，语带讽刺，真以为豪门那么好进啊？豪门可不容易进，再说了，豪门总共没几家，能嫁入豪门的女人都是人家上流社会那个圈子里的，人家讲究门当户对，讲究联姻。曾医生家庭条件相对我们这些乡下人来说是不错了，但相较于豪门还是差远了。豪门的少爷怎么可能会娶她呀？她长得是有福气，但长得有福气的人多了去，难道人人都能嫁入豪门当少奶奶？人呀，是活在现实里的，要接受现实，不要整天想那些不切实际的。林母说这些话是压低了声音，不过何月华和林父都能听见。何月华轻声说道，阿姨，你别这样说曾医生，我又没有说他坏话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一把岁数了，都没有见过豪门长什么样的呢。老太太笑了笑，说道，豪门呀，也就那样，其实也是普通的家庭，就是条件好一点，人忙一点而已，人家条件好一点，也是人家祖祖辈辈努力换来的。说是那样说，但人家门槛高的要娶老婆，肯定是娶跟他们门当户对的呀。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听说过，但现实里有几个灰姑娘呀？你少说两句吧。林父亲碰一下老七，他们现在是在曾医生的诊室外面呢，让其他听了去，传到曾医生耳里，儿子会很尴尬。
林母撇撇嘴，小声嘀咕什么，连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都听不清楚。老太太心里想着，小雅这孩子还是有眼光的，也明智。妈，到我们了。轮到了林母去看。林医生扭身走过来要扶母亲，何月华先一步扶起了林母。老太太看到林母走到诊室门口时，那脸上却挤出了一朵花。林母就是过来复检一下的。曾小雅帮她量一下血压，然后开了几张单子叫她去检查，等拿到结果了再根据检查结果看看要不要调整用药，控制得很好的话就不用调整了，按照原先的药量就行。10分钟后，林家人就从诊室里出来了。林母笑着对老太太说道：“老太太，我先走了。”老太太点点头。林医生看了老太太2眼，问母亲认识老太太吗？不认识，就是她坐在我旁边，我们聊了几句。一家人走开时，战月恰好拿了老太太的检查结果回来，2个情敌碰上面了。林医生虽说是情敌，遇上了战月还是礼貌地打声招呼：“战先生怎么在这里？这是假装生病还是真的生病？”林医生这句话问得带点讽刺，认为战月为了接近曾小雅装病。战月说道：“我身体好得很，我干嘛要假装生病？想来看看小雅，我直接来找她就行，根本不用找任何的借口。”林医生脸色不太好看：“我奶奶昨天来体检，我不过是来帮我奶奶拿结果，然后让小雅看看。”战月说着便走向老太太。林医生等人都本能地扭头看战月，他知道了战月的真正身份。战月的奶奶不就是那个人人传言很会治家、很会教育孙子的战老夫人？当他看到战月径直走到刚才和他妈妈坐在一起的老太太跟前时，林医生很是震惊。原来那位老太太就是战家的老夫人呀！不是说战老夫人年已90吗？那位老太太看上去像是70几岁，是人家保养的好。阿健他是谁？就是喜欢曾医生的那个人吗？林母问道。是他首富战家的8少爷。首富战家？林母错愕，何月华也挑眉。他没想到喜欢曾医生的战先生竟然是首富战家的少爷。是了，姓战吗？在管城，姓战的最出名的就是首富家了。他早该想到的，只是不愿意往那方面想吧。毕竟首富家和他们这些普通人，就像是2个世界的人一样。谁能想到喜欢曾医生，与林医生是情敌的战先生，居然是首富战家的少爷。林母看着战岳府老太太走进曾小雅的诊室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刚才和我聊天的老太太居然是首富家的老夫人，怪不得我觉得她周身散发着一股贵气，原来是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呀。她跟我夸赞曾医生长得有福气，以后是嫁入豪门当少奶奶的。我还说曾医生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，这是战家同意他们家的少爷娶曾医生吗？林母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就是刚才与战月打了个照面，原来是儿子的情敌，怪不得儿子次受挫了。刚刚走过去的那个年轻人，看着是比自家儿子要优秀，不用去了解对方，就是打个照面，都让人知道他是个优秀的青年。那张脸长得特别好看，那身材，那气度。林母很想偏向着自己的儿子，都昧不起良心说儿子比战家的少爷好。何月华有点羡慕，曾医生还真的是好福气啊，能得到首富战家的少爷喜欢，也让林医生爱慕了几年。不管曾医生选择林医生还是战家的少爷，他都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私心讲，何月华是希望曾医生选择战少爷的，他没有曾医生那么好的运气，能被有钱人家的少爷看上，他就希望能嫁给林医生，当个小老板娘就知足了。听说首富家的家风极好，长辈也很开明，只要儿孙喜欢的，长辈都不会反对。多少女孩子做梦都想嫁入首富战家呢？
何月华说道：“曾医生也很好，曾家已经是我们仰望的对象，战家长辈会同意战少娶她一点都不奇怪。就是曾医生着实让人羡慕嫉妒恨，多少豪门千金都入不得战家八少爷的眼，曾医生竟然被战八少看上了。”